那么今天呢，小鱼儿会给大家分享一期 Midjourney 绘图的教程。那上一期呢，给大家讲了一个 Midjourney 绘图的一个新手教程啊。如果说还有朋友呢，对 Midjourney 一点不熟悉的朋友呢，来可以看一下我的上一期教程。那这一期教程呢，我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个以图生图，让一个女孩呢，她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并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来以图生图啊，来把一个女孩出现在不同的场景呢，给她画出来啊，用这个 Midjourney 来给她生成出来。这里有朋友来告诉我哈，这个 Midjourney 怎么样变化它的一个场景，并且啊，要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还要让它表情发生变化，还要让它有从不同的角度啊，怎么样来写这个提示语。今天小鱼儿呢就即兴发挥的来带大家来一起来用 Midjourney 来画一下图，来生成一下图片。那么首先想要人物保持一致呢，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图片啊，我们美女也好，帅哥也好，那么你要提前准备一张图片。那这里小鱼儿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其实我也是用 AI 给画出来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女孩，我今天呢我的主角就是她。那我会用这个女孩呢来生成一系列的不同场景的一个图片。那这里呢我的提示词呢都是用 Midjourney 写出来的。这里呢我简单的给 Midjourney 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啊，简单的就是一个女孩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床头柜上呢还放了一些东西，一个家里面比较温馨的一个场景。那么我就这样给了他一个提示语，让他呢帮我优化提示语呢就已经有了之后呢，我要想让这个女孩呢出现在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吃早餐，比如说做早餐，比如说呢在办公室里面，让它出现在不同的场景。那这个时候呢，这一句提示语呢就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呢，我就告诉 GPT 这儿我用的 GPT 呢是一个升级版本。如果说你还在用一个免费版本，建议你升级一下，升级到 GPT-4O。那这里如果说你还不会升级的话，因为升级到 GPT 的话，那是需要有一张国外的银行卡。之前这里小鱼也给大家分享过一些这里怎么样用这张国外银行卡来升级，怎么样去注册这个 Word 卡。那这里这期视频呢，有需要的朋友来可以看一下我这期视频，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有了这个卡呢，它是一个虚拟卡，办起来也非常的容易大家跟着这个教程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升级好了之后呢，它会给出我们的一些文本也好一些提示也好或者说你让它写文章也好，也会更加接近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它写出来的呢效果会更加的好。那么这里呢，我就给了一个这样的提示根据以下提示语改写优化，从人物角度，因为我们要让它出现不同的角度让它灵活，不能看起来呆板所以我们这里要从人物角度还有它的一个表情变化。那么你不能你的每一张图片你都能是一个表情，那么你这个图就生成的有些失败了。那有笑有哭，或者说有伤心有难过，必须呢要让它的表情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不同的场景呢它要有一个不同的表情所以这里呢还有一个环境的丰富性。那么这个环境我们看一下不能太单调，我们要让这个环境呢让它丰富起来，要多一些细节比如说它的背景又出现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就是一个环境的一个细节。那还有一个远景，还有一个近景肯定会出现一些有一些远拍的有近的可以看一下，有一些远的，有一些近的。像这个呢属于一个俯拍的是从上往下拍的，这个你看图也能看出来。还有一些特写的，就像这个呢是属于近景来的这个是近景。一个多样化的提示语，还有一个人物的细节的动作变化。你不可能说你的每一张图呢它都是同一个动作，那动作肯定是要发生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提示语就非常的至关的重要我让他给了我5组提示词我的要求是在不同的环境，比如说在家里吃早餐在外面坐公交车在办公室工作，在家做饭最后是一个睡觉，那么我就需要这样的5个场景。 OK， 这里来 GPT 呢分分钟的时间就帮我生成好了这几组提示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去绘图
这里绘图的话，你必备的工具第一是 GPT， 第二就是Midjourney。那么如果说你还没有Midjourney或者 GPT 的话，描述栏呢会有一个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去打开去购买一个账号来用。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Midjourney 的话，它是付费的Midjourney 的图非常的高清，目前为止我个人使用了很多 AI 工具，那么Midjourney绘出来的图呢，也是我最满意的它呢不是免费的，它是付费的，它每月呢至少有它需要有30刀30美元一个月200多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合租合租的会更适合我们的新手朋友。那么合租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了有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首先你要想绘图的话，你要有这个工具才行。那么购买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个账号密码，那你直接登录进来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去问那个客服有相关问题他也会回答你的。这儿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细节我怕大家到时候会弄错这里打开我的视频，这里呢打开我的上一期视频，这里点开鼠标往下拉，这里打开一个更多，这里就出现了GPT 的账号还有Midjourney的账号，我们就点一个链接进来。那我个人认为便宜合租的还是可以拿来用一用。我的Midjourney呢也是这个银河录像局提供的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的 AI 工具，那这里 GPT Plus、GPT 3.5， 那建议就是这个 GPT Plus， 这里呢就有一个Midjourney， 那它还有其他的很多工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YouTuber 的一个账号购买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还有一些 AI 工具看一下还有谷歌账号这些都有所以我们就先回到这里来，我买Midjourney点进来这里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买的时候你可能会买错，因为它里面选择非常的多所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国内直连的，那我个人不建议不推荐这个它的话，它不是属于一个官网的一个版本它是属于国内的所以它价格虽然优惠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它用起来不是那么的好建议选官方的标准会员。这有问题大家也不要着急它每一个它都会有一个客服，那么有遇到问题大家可以去联系他的客服他会给你解决这里呢一个标准会员这个就是一个官方的一个标准会员，建议大家选这个。新手朋友你也可以先选这个标准6人付的那这里还有一个独立月付的，还有共享年付的。那如果说你的绘图量比较大，或者说你长期需要用到这个绘图工具的话，建议你可以考虑年付，那么时间越长那它的价格就会越优惠可以看一下1年的话只需要这个费用。那这儿还有一个官方的一个 Plus 会员，这个呢它就是官方的这个它会出图，它各方面效果会更好你看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月租它的一个6人的合租的都是月付是99年付的是720，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推荐新手朋友可以先使用59，或者先长期用的就用这个那这儿就主要是讲一下，怕大家不会选，到时候买错了又比较麻烦然后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画图了我这里有的时候呢你的提示词出现一些问题，官方也会提醒你你看你这个提示词不能用那你就要去换一下你的提示词。接下来呢先教大家怎么样以图生图以图生图呢，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美女的一个图片，这里我点击，我们先第一步点击这个下面描述这个栏，这里有个加号，点击这里一个上传文件。接下来我刚才找到这个美女，我看一下，就这个美女，点击打开，这里点完之后呢，图片我们要点一个 Enter 键 ，Enter 键是发送的意思。那么就这个美女我觉得特别的漂亮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获得这个美女的一个图片链接，那么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我这里点击放大，这里会出现一个在浏览器中打开。那如果说你用的版本不一样，你也可以点一个右键如果说有的它点右键，它也会出现一个保存图片这些也有那你可以直接点右键。那我这里是点击这个浏览器，在浏览器中打开。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顶上的它的一个图片链接，顶上你点一下，它就会全部选中。选中之后呢，我们点一个 Ctrl 加 C 复制一下。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里。那这个时候呢，建议你可以用一个
文件夹把它保存下来这个图片。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图片到 PNG 结尾这里，后面这个我们就要把它去掉，后面这个我们就不要哈，到 PNG 结尾这里后面不要啊，就这个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每次以图绘图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链接，复制一下。接下来呢，再回到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点一个 image 啊，把我们的提示语这里呢先粘贴进来，把我们的这个图片的链接先粘贴进来，这里空格一下，一定要空格一下。接下来我们需要提示词，第一个提示词这里复制一下。这个时候我会用到谷歌翻译，大家都知道 Midjourney 是用英文提示词啊，用谷歌翻译把它翻译成英文，这里复制一下，这里有一个复制按钮。那么谷歌你直接去把这个呢插件安装在你这个浏览器里面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就粘贴到这个提示词的后面。啊，这里再点一个空格，我们需要输入一个参数，比如说你要16:9还是9:16，我这里需要16:9。那么这里输入一个杠杠，这儿把你的输入模式转换成英文哈，输入杠杠 AR 都是小写的，再空格一下16:9啊，这里啊，然后再空格一下。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个风格哈，风格呢这里就是杠杠 S。啊，这里再空格一下250，这里再空格一下。接下来是输入它的风格，你是想要动漫风格还是真实风格的？我这里要动漫风格的，我就点一个杠杠 N171啊，这里再空格一下，输入一个6啊，我用这个动漫6的一个模型来画这个图，那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提示语。那么这个完整的提示语就是前面是图片的链接，可以看到这个是图片的链接。那中间这里呢，到这里呢就是一个我们的提示语，它在干什么，它在什么场景。结尾呢就是我们的参数，比如说第一个比例，第二是一个风格啊，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就直接点一个 Enter 键，可以看到我这里就已经发送成功了。接下来就等待哈，因为我们是合租的，可能有的时候出图会有点慢啊，有时候可能需要在高峰期的时候需要排队哈，那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大家可以避开高峰期来绘图，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进展哈，这里已经进展到27%、32%了。这里呢，我们也不要去等待啊，接着绘我们的下一张，在这里再点一个 image。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图片的链接呢就会变成这个蓝色的，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个蓝色的，就是我们的图片链接。那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个蓝色的把它复制下来，不需要这里呢再次把它连贴到这里。它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提示词呢，把这个图片的链接呢给它简化了哈。那么我们就可以复制这个短的就可以了，就复制这前面这个蓝色的，它就是这个图片的链接啊。这里空格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找到我们的第二组提示词，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OK， 来把它粘贴进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去输入了，我们就直接把上面的这个参数来把它复制一下 ，Ctrl+C 啊 ，Ctrl+V， 点一个发送。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组提示词，点一个斜杠，那么还是要把这个图片链接，这里没有办法完全保持一模一样但是呢，它会尽量保持一致人物的一致。那我的第三个链接，我这儿全部画完之后全部生成图片之后再来给大家看，方法都是一样的，大家就照这个方法来以图生图就可以了。以图生图其实就是采用了它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那么看到这里呢，如果说还有没有Midjourney账号的朋友大家可以去打开描述栏的一个更多按钮里面会有 GPT Midjourney 便宜合租的一个账号，还有最后一个提示。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把这些提示词全部翻译好，统一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直接来就可以了。我这里是比较懒没有这样操作其实 GPT 它也可以直接帮我们翻译成英文的，我这儿就不用它了。OK，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这是我们的原图，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致性我这边放大给大家看因为这个呢，它可能会有的地方会一致有的地方不一定完全一致。我点击这个在浏览器中打开，那可以看到我这几张图全部画出来了。
那这里风格都是统一了的，我都是用的统一的动漫风格。你风格需要统一，你才能。不得不说啊，Midjourney真的，它做出来的图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高清了。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人物一致性。这个女孩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脸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卷发，她的脸型其实这一张图它是稍微有一些变化，但是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可以看一下。那么这张还是一个短的卷发哈，卷发还是保持了。这张呢也是还是有一点相似哈。这张场景的话还是非常不错，一致性的话还是没有完全一致啊，还是他的人物脸部这些都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如果想要保持完全一致，之前其实小鱼儿也有给大家出过教程，这里给大家出过教程，Midjourney的一个换脸教程，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脸换上来哈，可以保持一致。那这里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哈。这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哈。这个就它也是通过一个方法来保持人物的一个一致哈。那么我们这里不看它的是否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个场景变化，看到它的一个角度。那么首先从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这里呢不同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呢，女孩是在吃早饭。那么这个是女孩是正在坐公交车，那这个女孩呢是在办公室里面啊。那么这个呢是女孩在做晚饭哈。这个场景呢是女孩在家里面哈，要打算休息了，可以看一下。她基本上呢可以看到她的动作呢都是人呢是坐在左边哈，是看向右边的这样一个场景，所以说她的一个细节各方面可以看到，细节还是非常到位。我想来一个全景看一下，我让 GPT 改一下啊，我让它改一个，就是这个沙发的这个优化一下提示词。那么我让它优化一下啊，这个提示词要求全景从上往下拍，可以看到整个餐厅沙发和人和女孩。那我让它中英文对照版本回复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去翻译了，给大家看一下。那同样我们的这里的这个图片链接复制下来哈，这个链接是必须要有的，不然它可能生成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人物了啊。后面的参数也是需要有的。那么这里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表情呢，这个是带一点微笑的，可以看到4张都是4个不同的表情。然后每一次Midjourney生成出来的图片都是4张哈，你可以从中选择一张你满意的图片。那这个是比较严肃的，那这个呢是带着微笑的。看一下换了一个方向了哈，刚才呢可以看到它统一都是在这一个方向，现在呢是换了一个方向了，但是它显示的还是不是整个全景哈。这个其实可以啊，她女孩已经可以看到她的眼睛已经有了想睡觉的这种感觉。那么我们的图片其实要的就是这种感觉，有那种睡意的那种感觉。那么画出来不是全景，我们可以让它再改一下提示词，我们再来试一下。绘图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一个过程啊，有的时候可能你不是一次成功，那你们可能要不断的去修改你的提示词，所以这个大家想要做出一个满意的图片，肯定是要在这个上面去下一些功夫的哈。全景视角，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绘图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哈，基本上1-2分钟就出图了。那这个效果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刚才又好了很多。那这个呢，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沙发了。刚才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沙发都是看不全的，这个女孩也只能看到半个身子，那这个就只能看了半个身子啊。通过我们修改提示词，它在一点一点的变化。那我再改一下，还要展示继续修改以上提示词，有进步。图片需要显示家里其他家居，看到整个客厅包括电视。我让它再修改一下，这里直接复制这个英文版本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那喜欢绘图的小伙伴呢，其实可以点击这里有个播放列表。那之前小鱼儿是出过很多Midjourney的一个教程，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问题的话，那你还可以点击这里一个链接你可以加入小鱼儿的知识星球。那么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来咨询小鱼儿可以向小鱼儿提问这里呢相关链接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找到哈。那这里你可以找到这里小鱼儿专门有一些这个Midjourney的一些教程
你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教程。那里面有很多一些基础的啊，大家都可以去学，先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大家可以是不是可以看到它在一点一点的变化啊？这一次呢，可以看到那里面能看到很多其他的一些场景，后面的一些书柜，在后面的书柜都能看到了。这个就是提示词，你需要一点一点的去优化，包括它的一个表情，我这里呢也可以让 GPT 改一下，这里一个表情继续优化，非常好。那当 GPT 它做的很好的时候，你也要鼓励一下它啊，非常好，继续优化，把人物的表情优化一下，表现出非常舒服，面部表现出非常舒服，想要进入梦乡的一个状态。 OK， 那我这里想让它的表情发生一些变化，那这里我们再来可以看到它这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提示语哈。女孩她的脸部完全放松，眼睛半闭，嘴角微微张开，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一个表情的提示词。那么我们就粘贴一下。那这里还是需要把这个女孩的提示语给它粘贴一下，我用这个长的来把后面的这个参数加进来点击一个发送。现在有了 AI 的一个帮助基本上我们自己是不用怎么去思考的。那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你直接告诉 AI 就可以了，它可以帮你来搞定。那么这儿还没有订阅小鱼儿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场景就已经是属于一个俯拍的一个场景了，有点不尽人意他的眼睛还真的很大。那没有关系大家也不要灰心用 GPT 直接改提示语就好了，也可以直接改成他躺在沙发上睡着了，也是可以的更多的大家可以去用米经理来试一试，我相信大家呢能够做出更好的图片。那其实像这些图片真的都非常的漂亮，你要想把它做成一个视频也是没有问题，现在有很多这种图片转视频的工具也很多，那么你可以结合这些工具呢去做一系列的一些视频出来当然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另外呢，米经理呢它其实也是可以你可以通过它来变现的那怎么变现呢？那么你可以生成出来很多漂亮的图片到这个 Fiverr 上面来Fiverr 上面呢，它是一个兼职平台，你可以生成各种好看的一些插画呀，或者 logo 一些人物之类的都可以。那么你可以在这上面呢，把你的好看的图片呢放到这里面呢，有人有需要的他会来找你这些上面你可以到这上面来进行一个兼职，包括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一些东西，你有需要的你也可以到这个 Fiverr 里面来找，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第一呢，你可以通过做视频来变现；第二呢，你可以通过做好的图片拿来卖给人家呢，也是可以来赚取一定收益的。好了，那今天小鱼的视频呢，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之前小鱼也有做过一期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这个教程呢，它是以动物来做的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